第二课，爱还在吗？分不清感觉与事实。他坐在咖啡店角落，手机萤幕亮着，里面是一张旧照片，他们结婚第3年在海边旅行时的合照。那时他抱着她，笑着像个孩子，但他现在看着这张照片，竟然毫无感觉，甚至觉得陌生。我是不是已经不爱他了？他轻声问自己。这不是第一次他这样想，也不是第一次问朋友。爱可以消失吗？感觉淡了，话变少了，连吵架都懒了。难道这就代表爱没了？我们都曾在婚姻某个时刻怀疑，我还爱他吗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句话背后其实藏着更深的问题？我们是在谈感觉，还是在面对事实？今天这堂课让我们来厘清爱到底是什么。当感觉淡了，婚姻是不是就走到尽头？当爱变得无感，我们其实是进入了现实。婚姻初期的爱像刚泡好的珍珠奶茶，甜浓，令人上瘾，彼此什么都想知道，手牵着也觉得新鲜，你笑我心跳，你皱眉我紧张。但3年后5年后，生活进来了，瓦斯没关，孩子半夜哭，对方手机滑不停，晚餐变成谁洗碗的战争。那些粉红泡泡被柴米油盐穿了洞。这时你开始怀疑，为什么我现在看到他没什么感觉了？然后你会说，我好像不爱了。但真的吗？其实你可能只是从恋爱的高峰走进了爱的真实。感觉减退不一定是爱没了，它可能只是转换了形态，从热恋的火焰变成日常的炭火，稳但不显眼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常误把没感觉当成没感情，从而错过真正的亲密。爱的感觉来来去去，但爱的行动才能留下痕迹。有一次，一位结婚30年的妻子说，我有时真的不想理他，他一开口我就烦，但他病了，我第一个奔去医院。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爱，但我知道我会陪他到底。这段话直指婚姻的本质。爱不是每天都有感觉，而是即使没有感觉，还愿意为对方行动。反观今天的婚姻危机，有时不是因为出现第三者，而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依赖感觉来定义关系，忘了感觉只是情绪天气，而不是真实气候。你今天觉得冷，并不代表整个城市都进入冬天。你今天对伴侣没感觉，不代表你们的关系就是失温。真正的问题不是感觉消失了，而是我们是否知道怎么在无感中持续的爱。你爱的是他，还是你想象中的他？有一次，朋友小琪哭着对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了，我当初爱上的不是这样的人。我问，那你当初爱上的是怎样的人？他说，体贴温柔，什么都听我说。我苦笑，你确定那是他，还是他追你时展现的行销版自己？很多婚姻在进入真实生活后开始震撼，原因之一是我们爱上的不是对方，
而是我们脑中的理想形象。一旦对方开始展现真实的缺点，不完美，不再取悦我们就以为爱没了。其实不是爱没了，是我们终于看见真实的人，而不是投射的幻影。爱情电影停在接吻的瞬间，但婚姻却从牙膏要不要挤中间开始。4. 你不是不爱了，你只是累了。很多人说，我真的觉得我对他没爱了。但当我进一步问，你最近过得怎样？回答常常是，工作压力爆炸，孩子一直生病，我妈又住院。我们以为婚姻出问题，其实是生活整体太重了。当人身心俱疲，就会误以为感情也坏掉了。其实不是没爱，而是你暂时没力气去感受爱。爱有时不是缺席，而是被压在现实的厚重下喘不过气。这时候你需要的不是判断感情的生死，而是给自己一点空间与休息。5. 你的感觉是真的，但它不一定代表事实。现代社会很鼓励做自己，听从内心，但我们常忽略一件事，感觉很真，不代表它是真相。当你说，我觉得他不在乎我了，这句话反映的是你的感受，不是一定的事实。也许他真的忽略你了，也许他只是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同，也许你只是最近特别敏感，内心特别需要肯定。婚姻中很多误会，不是因为事实改变了，而是感觉大声过了头，盖过了理智与理解。所以我们需要练习一个关键的习惯，把感觉说出来，但不要让感觉做决定。6. 感觉可以修，爱可以重来。这一切的关键是，感觉不是不能变的，它是可以重建的。很多人觉得感觉没了就回不去了，但真实情况是，你们可以重新培养连结，可以创造新的经验，可以透过对话修补误解，可以透过选择重新靠近彼此。爱不只是有或没有那么简单，爱有时是一种选择后带来的感觉，而不是感觉后才去选择。很多夫妻重新找回感情的起点，是决定不再只依靠感觉，而是主动经营彼此的关系。结语不是不爱了，而是不再用同一种方式去爱。如果你问我，爱还在吗？我会说，也许现在你感觉不到，但它不一定真的消失。爱有时只是躲起来了，被压力、疲惫、误解掩盖。有时它换了样子，你没认出它。爱不是一种恒定的情绪，而是一个不断变化、需要被呵护的生命体。别急着下结论，我们没救了。婚姻不是只能靠感觉支持，它可以靠决心、选择、理解、行动重建。爱也许正在等你先回头一步，说一句，我不一定感觉得到，但我还愿意试着爱你。这一步可能就能打开一扇重新相爱的大门。